8月1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继1993年和2000年之后发表的有关台湾问题的第3份白皮书。相对比前2份，这一份有3大明显变化。第一，白皮书首次将9·2共识纳入，并在全文共提及了4次。第二，在前2份白皮书所提及的大陆不派军队和行政人员驻台的表述，在这份白皮书当中并未出现。第三，在论及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高度自治，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会得到充分尊重等方面的表述时，最新的白皮书则明确了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那么这份白皮书还有哪些内容勾勒出了统一的路径和未来图景？我们一起来看短片。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为5大部分，分别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祖国完全统一进程不可阻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祖国统一，以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详细论述了祖国统一的方方面面。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严安林认为，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最大的特色和重点之一是“新时代”3个字，就是新时代的有关我们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实施的一个路线图。第二个就是它的综合性和全面性。我们说从业经的路上，那么怎么推进统一？统一为什么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统一对台湾、对两岸民众，尤其对台湾民众、对国际社会的好处在哪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有的3份台湾问题白皮书发表的时间都颇具代表性。第一份白皮书发表于1993年8月，正逢第1次汪辜会谈之后。当时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一度扬言要加入联合国。第2份白皮书发表于2000年2月，时值李登辉抛出所谓2国论和陈水扁上台前夕。此次白皮书的推出节点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8月2号开始，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并于8月4号12时至7号12时在划定的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这一系列的行动都宣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信心和决心，也向岛内的台独势力声明，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不过，严安林分析，这份白皮书绝非仅仅针对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它有着更加深刻的时代背景。近年来，民进党不断对两岸统一事业进行扭曲，导致岛内一些人对于两岸和平统一产生了误解和不信任。这份全文逾1.3万字的白皮书，36次提到台独，4次点名揭批民进党，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这是对民进党当局不要越过红线和底线的最严厉、最强力警告。白皮书还强调，我方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与此同时，白皮书还明确指出，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严安林认为，这份白皮书的核心要义是阐明和平依然是统一的首选。大家看到，由于台湾问题、两岸关系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内部，特别是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很多人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呢，产生了一些分歧。你比如说，主张说，和平统一可能性是不是越来越小啦？武力统一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实际上，在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所以你可以看出，整份白皮书它整个一个基调是什么？基调是和平统一，不是什么武力统一。实际上，重点在这里。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那么，协商的前提是什么呢？在1993年、2000年和2022年发布的白皮书中，都强调谈及协商、谈判、对话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9·2共识则是在此次白皮书中首次出现，且在全文中出现了4次。
今年是九二共识30周年。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就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另外，此次发布的白皮书全文出现统一一词共126次。开篇的第一部分内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用大量的历史证据和法理事实，系统阐明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较之前2份白皮书，在法理基础部分，新版白皮书还特别增加了对国内具体法律和条文的介绍。文中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是维护祖国统一的法理依据。在第4部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祖国统一中，对台湾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进行了更全面系统的阐述。白皮书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可以成为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是1993年白皮书中提及的。2022年的白皮书中再次重申，但加上了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另外，1993年和2000年白皮书中均提及的不派军队和行政人员驻台，这在2022年的白皮书中并没有出现。一国两制，香港的经验尤其有价值。叶安林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经验，对未来祖国实现统一进程之后，一国两制在台湾实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他认为，白皮书体现了中国大陆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解。未来两岸在实现和平统一之后，两岸将会就此议题展开更多的讨论。按照以前的说法，我们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么港人治港，那么我们现在也特别强调是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那么我相信，如果说一国两制，台人治台的话，那么也是肯定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台人治台。未来真正的两制台湾方案，我相信只要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一定是两岸平等协商，然后再提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两制台湾方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香港问题在白皮书的出现，一方面也是对香港特区的提醒，必须要发挥一国两制的积极正面作用，为台湾树立示范榜样。另一方面，也是对激进无底线的台独分子警告。8月1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那这是时隔20多年，中国政府第3次就台湾问题发表白皮书。而发布这份白皮书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有这个当前台海局势的这个背景，都非常的值得关注。于先生，您觉得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发布这样一部白皮书呢？这次这个白皮书的发表，主要是因为这个国际局势和这个台海形势，和岛内的这个政治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次最大的背景就是不仅要针对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而且要针对国际的反华势力，以打台湾牌，以台制华。白皮书当中提到的民进党的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和平统一前景，挤压和平统一空间，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当中必须清除的障碍。那于先生，我们通过仔细分析上下文可以看到这个必须清除的障碍指的是民进党的谋独行径，而并不是民进党本身。那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并没有把民进党排除在两岸对话的这个范围之外呢？但还是这个有所区别的。这个我们对待岛内的各种势力，这个和岛内各种势力交流结仇这个互动我们政策是非常明显的。不管哪个政党，这个不管哪一位人士、政治团体也好，只要你这个认同两岸同属一中，我们就和他打交道。这个现在还谈不上排不排除和民党这个协商谈判的问题，因为民党还在坚持台独党纲。
我觉得它是一个明确的说明指示，主要是它符合了国际上面原则谈判的重点，就是把两边的底线不能越过的叫做 non-starter 或者是 deal breaker， 把它明确说出来。而在这个底线之内，什么是可谈的也很明确的说了出来。所以可以在如果双方都接受这些底线，只要台湾的主政者不愿意接受这个统一选项的话，一力的去追求台独选项，就只剩下战争，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谈。所以这份白皮书呢，是对于统一选项里面的和平跟若是和平不成，只能战争做了非常清楚的爬梳，也把它分成了明确的层级。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发出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强音。这在岛内迅速引发了有关台湾回归祖国大陆美好愿景的展望，以及统一方式和进程的热议。岛内资深媒体人、时政名嘴黄志贤曾经大声疾呼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白皮书正是把这一句呐喊和呼吁写进正文，这意味着什么？白皮书并不只是释放善意，也点明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岛内有识之士对此又有着怎样的解读呢？一起来把握关键。白皮书里有一句话，就是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受到岛内媒体格外关注。因为民进党上台以后，不断通过行政的、教育的、舆论的、宣传的各种各样的渠道，想要削弱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然而岛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的大声疾呼，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把这一句呐喊和呼吁放到白皮书里面，是对于反独促统力量的一次促进和壮大，也是对现在的台独图谋的一次巨大反制。媒体界人士黄志贤说，台湾真正的人权要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开始。黄志贤，台湾资深媒体人。对于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写入白皮书，黄志贤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他也想跟台湾的所有朋友讲，做中国人是何等的骄傲。我觉得这个白皮书在这个时候出来，显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格局跟非常高的智慧。台湾的同胞做中国人是何等的骄傲啊！这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这个白皮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希望我们这一代真的很快可以把台湾带回家，期待两岸早日统一，我们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实际上，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一发布，黄志贤就在自己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里呼吁，这个白皮书台湾人真的要看，因为大陆在1993年跟2000年都提出过白皮书，但2022年的白皮书已经因为台湾一系列的操作大有不同，不管什么立场都该看一看。你在台湾的内部，不管是网络还是你在媒体，在所有的东西报道大陆的任何真实的状况的媒体几乎都没有，几乎所有的媒体他都是认为不要统一的，或者闪避统一的。黄志贤认为2022年的白皮书1万多字，内容非常完整。他更看重文中强调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前提跟基础这样的说法，明确阐述了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中国历来统则强，分则乱，这是中国的民族性跟历史规律，更何况分，外部势力就可以干扰打击中国的复兴。直接点名民进党，认为民进党其实就是一个应该要铲除的一个东西，因为任何主张台独的人啊，他这个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主张台独，那就是认为台湾不是中国领土，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么这个主张台独就不是同胞。所以反独跟促统必须是同一件事，而且要加快步伐。黄志贤还注意到，白皮书删除了旧版不派解放军跟行政人员驻台，又写台湾财政收入尽用于民生。一直以来，台湾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对外采购武器上，导致台湾的民生投入锐减，损害台湾民众利益。台湾回归后，
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被国际军火商割韭菜的时代将彻底终结。在这一次新的白皮书里面，其实已经是最后的一个呼唤。其实统一已经是一个大陆非常非常和缓的、非常体贴台湾的现在的很多的状况的一种做法。很简单，因为台独现在跟美国现在之所以没有明目张胆，现在就立刻宣布台独啊，法理台独或怎么样，那是因为他恐惧啊可能会有武力啊。再来，一国两制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说明了大陆会驻军，也说明了会有行政人员驻台。那这个跟我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我在今年6月的时候，我就公开提出来说，千万不要台人治台，治理台湾的人必须是最好的人、最优秀的人，而不是限于台湾人。最后，黄志贤大声疾呼：这个白皮书已经仁至义尽，话已经说到尽头，统一不可再拖。如果现在两岸都反对一国两制，那么结果就已经写好了。和黄志贤一样高度关注大陆新版对台白皮书的岛内媒体人很多，大家一致认为这一次的白皮书意义很不同，台湾民众需要用心地思考相关问题。现在重点统统集中在台独，那换句话说，他也看出来两岸的关键问题跟他的和平统一最大的障碍就是台独。他害怕你搞不清楚，他提到民进党，所以他对不放弃用武力的成分就越来越大。我讲你也不听，劝你也不听，谈你也不听，那最后的手段就是无从的这个手段。但遗憾的是，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发表后，民进党当局还在恶意攻击、散布两岸互不隶属谬论，诋毁一国两制，妄称大陆一厢情愿设定两岸终局。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8月11号应询表示，白皮书的发表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民进党当局百般诋毁、恶意攻击，再次暴露其顽固谋独挑衅的政治本性，充分说明白皮书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岛内安全部门前秘书长苏启就认为，蒙蔽台湾社会对白皮书无感，正是蔡英文政府想要的结果。因为当民众浑然不知而导致了不怕，蔡英文和民进党在推动台独上就会走得更远，但这样后果就更加严重。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金教授就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台独，大陆方面就越高举统一大旗。所谓独得越凶，大陆统一的力度就越大，步伐就越快。分析指出，大陆并不会因为蔡英文方面的对白皮书冷处理而停下统一脚步。通过白皮书的形式，先在谈判桌上放了一份预设好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厨艺，内容有软有硬，有权利也有义务，等着台湾坐上谈判桌对面的椅子。台湾社会面对台韩局或无感，或冷淡，或不情不愿，但政治是现实的。如果不做好直面的准备，一旦突破红线，已是统一阵仗兵临城下的那一天。过去2次是在遏制分裂，过去的2次说，哎呀，只要大家不分裂了，哎呀，都可以谈嘛，坐下来就都可以谈。那这一次显然就是把后面的支撑力量拿掉了，用国家的实力展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这个时候来谈的已经不是要不要挡住台独的问题了，这要谈的是如何来进行统一的问题。至于台湾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的视野去看清这样一个演变，所以最后我要再谈一点，那就是在台湾有一个特色，政客讲的话不算数的特色，讲完了之后啊，这擦擦嘴巴就忘了他昨天讲什么了。在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看来，白皮书将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与台湾同胞区分开来，针对前者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且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不仅强调了大陆对统一的态度、立场、决心和能力，同时也释放了对台湾同胞的善意。这一次的他这个白皮书啊，跟他当初那个反分裂法啊，其实它的原则它都是有一贯性的，所以他整个再次强调就是说啊，他还是以这个和平统一呢为这个为原则为目的，可是呢不排除武力，
那不排除武力的目的呢，不是说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台独势力以及呢一些国家呢，为了这个遏制中国崛起呢，所以呢他们就打台湾牌，好像呢就说整个呢要这个帮助台湾独立，给了台独派呢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而这种情况照下来的话呢它会造成就说整个呢两岸呢同胞呢可以说呢发生战争的机会呢会升高，然后呢自我这个这个残害的这个几率呢也会增大。在岛内知名视频博主高雄历史哥李义修的频道里，有一位台北女生就告诉李义修，不管蔡英文如何哄骗，岛内民众最终都会明白真相。我有一个阿姨呀，她就是一个非常深绿的人。对。然后我就跟她讲说，你让她修正，你别安弄嘛。她没有怀疑耶，她直接跟我说投降啊，投降。她没有任何犹豫一秒钟，真的是很真实。这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人。我有个表哥啊，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要跑去哪里？对那我有可以赶快跑，就是不要在台湾就对了。那我说，那你这样不是要保卫台湾吗？我说，那你不是深绿，你不是要抗中保台吗？不啊，我现在有囡仔，我有那个没囝，我袂使啊。我觉得台湾现在是这个逻辑断裂，就是你支持蔡英文这样的路线，每天呛中抗中，对，那就是要打仗嘛，不然为什么要抗？对，要打仗。如果两边呛不用逻辑，那就不用抗了，那干嘛抗？那如果两边是好好的，干嘛抗？所以你说这个当然是年轻人的那种脑残的，在网络上面讲，但是你就可以知道台湾人的心理是，他很清楚的，就是说，反正我现在有选择，反正我跟美国继续勾勾搭搭，大陆你跳吧，你叫吧，你骂吧，你骂我又不会少一块肉，我有名利双收，我可以当选，那我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8月16号，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授权宣布对列入清单的一批台独顽固分子等人员实施制裁。发言人说，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坚决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决定对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萧美琴、顾立雄、蔡其昌、柯建铭、林飞帆、陈椒华、王定宇等台独顽固分子采取以下惩戒措施。决定对游锡堃担任董事长的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现任为黄玉林，以及吴钊燮担任董事长的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现任为向田义实施制裁，禁止其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而在稍早之前，8月3号，大陆根据有关进出口方面的规定以及食品安全要求和标准，禁止进口来自台湾地区的葡萄柚、柠檬、橙等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以及暂停天然砂对台出口。而在此次涉台白皮书中，也没有直接出现惠台的字眼，这也引起了舆论担忧，大陆是否要从惠台转向穷台？不过，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红认为，如果真的要制裁台湾，那就会大幅度削减来自台湾的进口。但目前的措施对台湾的影响非常有限。以备受关注的大陆暂停天然砂出口为例，尽管2020年台湾有93.2%的进口砂石来自大陆，但进口砂石仅占台湾砂石供应总量的7.7%。因此，大陆此举不会对台湾的半导体行业产生影响。由此看来，大陆对台禁止进口是有分寸的。大陆在对台湾的发动的一些制裁，显然是挑选了产值比较低的某一些影响范围比较小，所以我觉得警告的意味还是比较大。但是大陆如果很清楚打折打7寸，那怎么打，怎么精准打7寸，在经济上面怎么打，我相信大陆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很多。我们看到，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呢，那解放军东部战区也是持续的在台海周边举行实战化的军事演训，同时呢也发布了《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但是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似乎是有意的淡化或者是回避大陆方面的这一系列的反制措施。雷女士，根据您在岛内的观察，岛内对于大陆的这一系列反制措施是怎么看的？台湾的百姓在中国大陆军演的时候表现得极为淡定，甚至有人顾传想要看飞弹的落点。台湾的政府包括军队都在这些事情上面不但是不闻不问，
也不对人民明确的说出真实的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面对于这么明确的对于中国大陆的立场的表达，他所选择的路径呢，就是逃避或者是蒙骗。好，信强先生，我们注意到啊，有一些网友，包括岛内的网，他们从这解放军这一系列的这个军事演训当中，读出了武统的一些信号，您怎么来看？事实上，中国大陆采取这些措施，也向台独势力以及向国际上的这些反华、试图打摊牌的这个反华政客，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对于台湾问题，我们是绝不放弃使用武力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的。那么，期望这些台独势力也好，或者是这些反华政客，未来能够有所收敛。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在大陆会贸然的采用以武力方式来统一台湾。这点我觉得，台湾同胞应该认识到中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的这种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好，雷女士，最近在岛内，大家对这个武统这样一个说法的提及率高吗？声量大吗？很多人都认为也许会有武统，但是他们会希望，包括你在民众的街访，他们都会希望呢，若是有武统的一天，它是一个有限的战争，它所摧毁的是少数的领导人，而一般的百姓认为他们也许可以躲得过。但是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更何况如果美日真正积极的介入，无论是他用海量的武器来支撑台湾做都市游击战、城市巷战，或者是他真正用他自己的大型的武器、视距外的远距武器来参与反封锁的工作，都会使得台湾进入更长期、更悲惨的血流成河、断垣残壁的状况。这些是民进党的政府至今没有对人民说清楚、讲明白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分析认为，大陆限制两岸经贸往来的措施公布呢，说明大陆已经从惠台政策向穷台方向转变。于先生，事实果真如此吗？大陆不会，我觉得不会实行穷台政策，因为岛内的人民也是，我们的同胞，台湾的发展也是我们所罗见的，我们所针对的是岛内的极少数台独势力、台独分子。雷女士，岛内的民众对于所谓的这个穷台的说法有什么样的反应吗？譬如说，现在除了一开头的农渔产品以外，所有的电子产品目前的是租税优惠的，这些情况会不会改变？在 ECFA 的早收清单里面，那些受惠的产业，尤其是台湾比较大的纺织啦、石化啦、精密工业，他们会受到什么影响？一旦他们受到影响，整个台湾的经济会不会真正进入穷台？这些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未来可能发展演进，而不是已经发展的现状。台湾目前还有一个很窄的窗户，时间之窗可以做选择。在这份白皮书当中啊，重申和平统一仍然是第一选择，非和平手段呢是最后的选择。那我们请教一下于先生，有关这个统一的方法，从第一到最后，这中间还有其他的选项可选吗？你比如说这个解放战争过程当中，比如说北平模式，你比如长春那个最后和平起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呢，不排除任何手段，只要有例如这个两岸统一这个进程的，都可以用。反分裂国家法明确的就列出了3条红线，如果台独分裂分子或者分裂势力，贸然的去挑战这3条红线，那么很有可能会迫使大陆最终依据反分裂国家法以及国家安全法等方面的这个相关规定，对台独势力进行武力打击，最终实现大家其实都不希望看到的以非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这么一个结局。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在这样一个本应彻底反省殖民侵略历史的时刻，日本一些政客仍盘算着如何紧随美国对华打台湾牌。日前，在日本防卫省的就任仪式上，日本新任防卫大臣邦田敬一声称，要谴责中国向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内发射弹道导弹。事实上，前任防卫大臣岸信夫以及首相岸田文雄在数日前就曾用同样的理由企图碰瓷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早已严正驳斥，中日在有关海域还没有划界。
那么，新官上任的邦田敬一有着数次窜台的黑历史，如今是否要继续在台海兴风作浪呢？一起来看短片。66岁的邦田敬一，日本政坛的老面孔，曾10次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是自由民主党中少数的无派阀议员。在2008年到2009年，邦田敬一在麻生太郎执政时期首次出任防卫大臣。邦田敬一的父亲邦田信一也是原自民党众议院议员，且屡屡在对华议题上表现强硬。他曾与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等在自民党内创立政治派系青蓝会，并担任事务局长，成为党内最早公开要求制定独立宪法的一批人。1973年，邦田信一与石原慎太郎率所谓断交1周年访问团窜访台湾地区。1978年，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推动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青蓝会多数成员拒绝出席投票，邦田信一则在现场公然投下反对票。邦田敬一进入政坛后，很快展现出与父亲相近的右翼观念。父子二人不仅是参拜靖国神社的议员团体的成员，甚至坚持首相在任时参拜也没什么。由于两人均有窜台经历，还一度被民进党宣扬为父子均极为友台的日本政客。但相比父亲高调强势的政坛形象，邦田敬一则有意将自己打造为契合新防卫族主流立场的安保专家，以性格温和、回避媒体而闻名。其高执行力和低调人设获得了自民党大佬石破茂的认可。虽然这使他得到缺乏话题性、不适宜成为领袖的评价，但对首相地位无威胁，反倒成就了他在日本政坛的上升之路。此次岸田内阁改组中，安倍晋三的胞弟前防卫大臣岸信夫，由于身体有恙以及与统一教的关系而注定离任。外界本以为前首相福田康夫之子福田达夫最有希望接任，但最终岸田文雄选择了邦田敬一。特别是我在滨田上任向近100名海陆空将校级军官的训示当中发现，那滨田是直接指明中国的军事威胁和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等等。首先就是必须要建立对他国进行打击的那么一个军事能力。那么第二方面，也就是要进一步强固日美同盟。那么第三方面，就是要同时扩大军事合作的朋友圈，抗衡中国的军事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7月27号，邦田敬一和石破茂以议员身份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开始对台岛为期4天的窜访。他们一行人不仅与蔡英文等台独头目见面，还吊唁了台独教父李登辉。当时石破茂等人还大肆渲染台海局势紧张，并鼓吹所谓撤侨，声称日本在台湾的民众很多，万一有事必须进行模拟撤离演练，要跟台湾合作。事实上，这早已不是近年来日本第一次炒作撤侨。2021年11月，日本外相林芳正就扬言称，一旦台湾出现任何突发事态，日方将采取万全措施，其中包括撤离在台日本公民。2021年12月，日本共同社也报道称，在台日侨开始为台海突发事态做准备，日资企业和民间侨团以责任自负为前提，自行演练如何联系和采取对策。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长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就表示，动辄炒作所谓台海有事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I think that what is needed is to stop all sides from pushing the envelope with respect to cross-strait issues. In particular, we should stop talking about a military conflict over Taiwan. I don't think anybody wants this. Avoiding conflict has been one of the things that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have consistently put forward in their conversations and agreed on. So, this talk about military conflict and war and these kinds of discussions have a way of becoming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分析人士认为，部分日本政客不断搅局台海，其实就是想借台湾问题在日本政坛刷上一波存在感。
比如这次7月的窜访团返回日本后不久，邦田敬一便正式就任防卫大臣，也令外界质疑这是否是岸田文雄打台湾牌的新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邦田敬一、石破茂等人窜台的时间只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提前了几天，因此也有媒体认为岸田政府此举也是有意给美国打前站。无独有偶，就在今年5月，日本也曾派出议员团体窜访台湾，时间刚好选在了美国国会议员窜台之后。要么先行探路，要么随后跟上，日方紧随美国脚步，在台海问题上兴风作浪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根据我的了解呢，最近台湾民进党的一个议员代表团也在日本进行访问，游说日本朝野各方面要展开务实性的交流，想以此为突破口，为日台高阶层的深化交流合作进行松绑。那么这个呢，一系列的美台日这些罕见的默契的互动，事实上呢，也有可能进一步将台海问题或者说台湾问题国际化。而就在佩洛西窜访完台湾之后，当地时间8月5号，佩洛西抵达日本，并且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二人讨论了台海局势。岸田颠倒黑白，用强烈批评、谴责等言辞，妄称中国合理合法的军事演训是影响日本国家安全和公民安全的严重问题。同时还不忘给佩洛西戴高帽，称希望佩洛西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加强美日双边联盟，从而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8月6号，岸田文雄又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晤时，甚至建议联合国介入台海。日本近来在台湾问题上如此高调，难道忘了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所做的承诺？难道是要颠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难道拥有再次染指中国台湾的野心？难道日方要借此扩充军备，抛弃和平宪法，不再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方应就这些问题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那么日本打台湾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借台海危机来为日本军事彻底松绑，为日本精兵强军制造借口。在台海局势日趋紧张的那么一种态势下面，日本今后会以切香肠的方式，一步一步深入的介入台海有事，着手对台海有事可能发生的那么一种突发事态做军事实战性的准备。美国前资深外交官董云长也对深圳卫视强调，目前的台海局势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搅动和挑衅，尤其是中美之间因为一小撮美国政客的愚蠢行为，已经中断了诸多对话与合作渠道，非常危险，这对全球都不是一件好事儿。China and the U.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stranged, and that pretty soon our only communication is really going to be by military signaling, which I think is really dangerous. But I think the biggest problem and the biggest loss probably is that the U.S. And China are, we're the two biggest economies and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expects us not only to not get into a war, but they actually expect us to cooperate in solving the world's problems. And so when other countries look at this kind of events, they are not reassured that our two countries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manage well, not only our own problems, but the bigger problems that we all face. 日本近期也频频的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搅浑水。那首相岸田文雄呢，近期是频频的妄议台海问题，就连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这个军事演训呢，也要扯到所谓的冲击日本国家安全。那日本这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图谋？雷女士，不要忘了，在二战的时期呢，他们曾经以基隆往北经略，以高雄往南洋经略，这是他们的大战略的一部分。现在既然有美国要运用台湾作为对于中国大陆的制衡点，在日本来看就是一种非常好利用的机会。利用了美日安保，它可以扩张它自己的军国实力，利用了美国跟
中国大陆的对抗，它可以进入一个可能可以渔翁得利的境界。利用了它跟台湾的历史渊源，它可能把它的势力更往南扩。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之后就频频的渲染所谓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后来呢，很多日本政客也随之跟风炒作。那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跳得这么高，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日本呢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基本上是美国的附庸，它的所谓那个安全防卫，是靠美国，所以这个他的地位觉得呢，他是这个美国的小弟，是美国的这个帮凶，是美国的打手，所以美国现在要以台制华，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日本必然会成为美国的这个急先锋，遏制中国的急先锋。好，信强老师，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当局一直是紧抱美日大腿的，只不过这段时间呢，抱美国大腿是显得更加明显一些。那接下来对于日本，它会是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如果能把日本拉进来，或者让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日本对台湾给予更大的所谓的支持，那么肯定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起到撑腰壮胆这个作用的。那么蔡英文当局也深知日本其实尤其很多右翼政客是不希望看到两岸实现统一的，那么也就为日本和台湾当局之间进行政治上的勾连、军事上的合作、经贸上的进一步的去实现一体化等等等等这些举措提供了这种政策和实行的空间。但我们看到的话，不管怎样，首先美国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当然日本其中也发挥了这个相当大的这个影响，但是两岸最终就像我们白皮书中所讲到的，和平统一，这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中国大陆自身的国家发展是决定了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根本的这种决定力，或者是一个我们主导权也是始终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的。这一点我觉得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历史的证明。那未来的台海局势究竟会如何演变呢？这点我们其实从这次佩洛西窜访台湾，中国大陆采取了措施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很多高官也已经是公开承认了。那么这就是所谓我们中国大陆的这种新常态战略。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军事演训活动极大地压缩了台独的这种国际空间，对台独势力以及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形成了震慑。应该说，未来这会成为一种常态。只要外部势力或者台独分裂势力进一步的发起挑衅，那么我们就会勇于的去打破原有的所谓现状，同时建立起一个新的、对我更有利的新的现状。我们这次反制，佩洛西这个窜台的那个动作了，已经被美国很多的军事专家、学者甚至政界人士认为，这个台海的新常态已经形成。这个新常态呀，就是大陆的军机、大陆的军舰，可以随时出没在台湾海峡，出没在台湾的上空，这种状况，我觉得只要台湾当局，不停止勾连外国势力，挑战中国的政策底线，我觉得这种状况会一直会延续下去的，也不排除有这个进一步的加大的可能。我认为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快速变动的震荡期，譬如说美国跟欧洲许多的政治人物说要来造访台湾，每一次造访台湾，中国大陆就有相对应的军演，所以表面上是西方不断的在挑战，但是相对的，中国大陆也会一次又一次的强固它的区域拒止的区，而台湾就会越来越明确的被包在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区域。